魔笛撕裂苍穹，10万弟子跪地等死。结果竟然被一块生锈的破锅盖秒了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以为是老祖显灵，可谁敢信，刚刚一击斩碎天裂的，竟是那个被全宗门嘲笑卡在炼气阶300年的废柴师尊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位满级大佬秒完人，反手就往脸上一抹灰，熟练的往地上一躺，开始装死。别人修仙为了逆天，他修仙只为狗命。堂堂绝巅大帝，为了躲避天外追杀，硬是在望尘峰装了300年的孙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废柴人设，他专门挑了3个全天下都没人要的灵品废物收为徒弟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3个徒弟竟然全是不入天命的绝世妖孽。大徒弟吃口剩饭，周身如火山般，当场顿悟满级大招。二徒弟随手一推，万古神山直接粉碎。三徒弟一句甜甜的祝您长命百岁。看着满地来找茬的大佬尸体，这位只想安静熬粥的咸鱼师尊彻底抓狂了。祖宗们，求求你们装的弱一点！为师用来切南瓜的大地法布马上就要藏不住了。当无敌大帝遇上3个连天道都管不住的火祖宗，这场瞒天过海的极限拉扯究竟有多上头？一切还要从那锅被掀翻的白粥说起。顾峰主，收徒大典马上开始，宗主催您去广场。我不收徒，去做什么？裴峰主说了，您身为望尘峰峰主，只有炼气3层，还多年不收弟子，根本没资格独占一峰。裴烈惦记望尘峰的灵脉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您更该去。今日他儿子裴清玄测试灵根，各峰峰主都到了。您若缺席，他肯定当众逼宗主收回望尘峰。为了看他儿子出风头，耽误我3日熬成的粥，不值。峰主，天亮了！启封峰主，立即入阵。宗主，这不是我们能挡住的力量。太玄宗10万弟子，今日都将成为本地的养料。所有弟子退后，清玄，带参加典礼的人进主殿。父亲，阵法要碎了！别管我，快走！雾宗大阵已破，还有谁能救你们？你吃神魂就吃神魂，掀我的锅做什么？大帝之力，太玄宗怎会有人族大帝？藏头露尾之辈，报上名来！是祖师，一定是祖师显灵救了太玄宗。恭谢祖师救命！顾峰主，我们刚才不是还在望尘峰？风太大，把我们吹下来了。能从山顶吹到广场，所以才叫大风。方才那道白光正是从望尘峰飞出来的，顾峰主没看见？我都被吓晕了，能看见什么？白光出现时，你恰好不在广场，这未免太巧了。裴峰主若觉得是我出的手，不如现在给我磕一个。哼，行你也配！强敌虽退，雾宗大阵已经损毁，太宗更需要补充弟子。今日的收徒大典继续。顾峰主若还是一个弟子都收不到，望尘峰就该交给更有能力的人。系统警告已经苏醒，30日内收下3名不入天命之人，组成无命遮天阵。一个逼我收徒，一个逼我收3个，你们是商量好的？系统提示：第1名无命者已经出现。将手放上测灵石，灵根达到3品，方可拜入太玄宗。灵根越高，可选择的山峰越多。顾峰主，您今日若再收不到弟子，裴峰主真会借机夺走望尘峰。几百个人，哪个才是不入天命的人？系统就不能直接报名字吗？什么系统？我说这套收徒制度不够省事。雷行风、裴清玄上前测试。7品雷灵根，清玄，只要你拜入青木峰，峰内灵药任你取用。雷火相生，我亲自传你地阶功法。诸位不必争了，清玄自幼修炼雷行风功法，自然要留在雷行峰。
听说顾峰主也来收徒，为何不替望尘峰争一争？亮成这样，晚上赶路都不用点灯，我养不起。顾峰主放心，我也不会拜一个炼气3层的人为师。那就好，省粮食了。下一位，叶晚堂。静心引气，再试一次。测灵石中的灵气被吸空了，连一丝灵气都留不住，当然测不出灵根。这不就是灵品灵根吗？叶晚堂，灵品灵根无法修炼，不符合入门条件。我可以从外门弟子做起，脏活累活我都能做。你连灵气都无法储存，留下来也只能浪费时间。下山吧。发现第1名不入天命之人，姓名叶晚堂，真实体质空相道体。等等，别人不要你，我要。你愿不愿意拜入望尘峰？我是灵品灵根，什么都学不会。我只有炼气3层，也没什么能教你的。正好谁都别嫌弃谁。一个炼气3层的峰主收一个灵品灵根的弟子，倒也般配。但望尘峰占着宗门灵脉，不能让你们师徒白白浪费。10日后就是七峰试阵，你敢让他参加吗？你想赌什么？若叶晚堂排名垫底，望尘峰并入雷行峰，你交出峰主之位。若他不是垫底呢？他若能进入前3，雷行峰3个月的修炼资源全部交给望尘峰，我当众向你们师徒道歉。赌约关系2封，必须双方自愿。顾平安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他们都认定你是废物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？只要师尊肯收我，我就敢。这个赌约，望尘峰接了。10日后，我等着收望尘峰。系统警告：空相道体首次接触高阶力量，将自动复制对方大道。师尊，拜师后的第1条规矩，暂时不要碰为师。这徒弟要是碰我一下，我还怎么装炼气3层？拜师礼免了，先跟我回望云峰。师尊不让我碰，是因为弟子体质有问题吗？是为师的功法有问题，你碰了我，可能会受伤。师尊是在保护我。你先日我理解。顾峰主，10日后的赌约，宗主和各峰都听见了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3个月的雷行峰资源，你先准备好。一个灵品灵根，10入后能不能引气入体都难说。别听他的，炼气而已，不难。跟着他们，我要知道顾平安怎么教这个废物。师尊，我们现在开始修炼吗？你多久没吃饭了？从昨日到现在，只喝过1点水。饿成这样还练什么？先吃饭。可我们只有10日，若弟子输了，师尊会失去望尘峰。为师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因为这场赌约是弟子惹来的。裴烈早就想抢望尘峰，没有你，他也会找别的借口。可弟子什么都不会。不会才好教，会的太多反而容易露馅。师尊，望尘峰只有我们2个人吗？还有1口锅，昨夜剩的，凑合吃。这米上有9道灵纹，难道是9转灵骨？陈米放久了，掌纹很正常。粥里还有凤凰火的气息，灶火烧得旺了一点。师尊，我引气入体了。别喊，锅没坏。炼气3层、5层、9层，一口剩饭，让弟子突破到了炼气9层。才9层，看来还得多吃几顿。从来没人给弟子准备过这么好的东西。别哭，眼泪掉进碗里，粥就更像剩饭了。弟子已经有修为，请师尊传我功法。为师现在不能碰你，也不能直接传功，先拿这个练。弟子看见了几百种棍法，先收起来，
别把拳打塌了。师尊，弟子没有控制好力量。所以你接下来要学的，不是怎么赢，是怎么让别人看不出你能赢。这要怎么学？先假装被绊倒，再让烧火棍碰到木板。好险，弟子只是侥幸。3分真本事，7分像世故。能让对手怀疑法宝，就别让他怀疑你。顾平安在教他什么功法？没有功法。叶婉婷吃了一碗剩饭，现在正拿着烧火棍练习摔跤。继续盯着，看他们还能装几天。演得太用力了，重来。10日后，他不见底才怪。还是太重了。弟子只用了1分力。今日再减一半，记住，不争第一，不出风头，只要别被淘汰。能摔倒就不站稳，能侥幸就不硬赢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别把试炼阵拆了，宗门肯定让我赔。顾峰主，七峰试阵开始入场了。走吧，今日能不能保住望尘峰，就看你摔得像不像了。入阵弟子必须击败守关妖兽，才能进入上一层。石门关闭前未能通过者，立即淘汰。顾峰主总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准备带着徒弟逃下山。雷行峰的3个月资源还没拿到，我舍不得走。10日时间，你就教他拿烧火棍？师尊教了什么，你还不配知道？进阵之后再教训他，让所有人看清楚，废物永远是废物。7峰试阵开始。少用力。好险，差点就被他咬到了。顾峰主，他通过第1层了。那是第1层的阵眼。他不是不小心摔倒的吗？他每次不小心都很准。哼，碰巧毁了一个老旧阵眼，也算本事。叶婉寒，第2层最后一名勉强晋级。他又靠运气过了，若不是阵法出错，他早被淘汰了。试炼阵多年未修，怎么能拿来考核弟子？试炼阵昨日刚刚检查过，没有问题。叶姑娘运气真好，再让她运气好下去，7层试炼阵就没了。第6层所有隐藏阵眼全碎了，他分明是在破坏试炼阵。他每次都排名最末，却从未违反规则。按照试炼规定，他已经进入最终层。终于不用配阵法了。最终试炼，叶晚堂对裴清玄。你靠毁坏阵心混到这里，还真以为自己有资格和我交手？有没有资格，打过才知道。顾平安不敢参加任何宗门比试，只会躲在弟子身后装高人。你拜这种人为师，和拜一个废物有什么区别？你可以骂我，但你不该羞辱我师尊。对付你这种靠运气进阶的人，一招就够了。弟子明白，3息之内结束。我让你只用3分力。现在才害怕，晚了。我是怕你儿子的剑赔不起。哼，清玄手中是王级法剑，就算他死在阵中，这把剑也不会损伤分毫。九霄雷剑。裴清玄竟已将九霄雷剑修炼到第7层，这才是真正的7品雷灵根。叶晚堂拿什么挡？这套剑法好像并不难。
坏了，他把9霄雷电完整复制了。看一遍就能学会？学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不知道该还回去多少。给我跪下！一根烧火棍也想挡我的王级法剑？我的雷力怎么回来了？你打过来的，我还给你。清玄，快把剑扔掉！不可能，这是王级法剑，怎么会承受不住他的力量？因为现在里面有2份9霄雷剑。好险，弟子只是侥幸。让你演得像一点，没让你演得这么假。裴清玄离开试炼区域，叶晚堂获胜。灵品灵根击败了7品雷灵根，他根本没出手，是裴清玄的法剑自己炸了。确实是他的法剑突然失控，与我没有关系。顾平安，你们师徒在法剑上动了什么手脚？年轻人输了不可怕，法宝质量不好也不是你儿子的错。那是王级法剑，花了不少灵石吧？下次买之前记得先验货。时日赌约，7封共同见证，叶婉婷获得第一。裴烈，你该兑现承诺了。雷霆峰3个月资源全在里面。还有当众道歉。先前是我小看了望尘峰，也小看了叶婉婷，我向你们道歉。说好，这是你替望尘峰赚来的第一笔家底。弟子以后会为望尘峰赚得更多。系统提示：发现第2名不入天命之人，姓名沈大山。这个看起来比第一个还费院子。前面那个大个子，等一下。顾峰主，您找我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大山，杂役院搬石头的。没有灵根，也没有经脉，测过很多次，确实没有。沈大山，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？跟我回杂役算账！管事，我马上把石头送过去。不用送了，算完你打坏的东西，立刻下山。他犯了什么错？顾峰主，您自己看，水缸、石磨、院墙，他进杂役院3个月，已经弄坏10几样东西。昨日让他测试力气，他一拳打碎整块撤离碑，今日又踩坏广场，杂役院实在留不起他。测力碑真是你打碎的？管事让我用力打，我怕打坏，只用了一点点。一点点是多少？大概半分。半分就这样，确实了不起。我先把欠下的活干完，再下山。你轻一点，这又得记一笔。管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你留在这里，大家每天都提心吊胆。杂役院留不起，望岩峰留。顾峰主要收他做弟子？不行，我没有经脉，什么功法都练不了，还会拆房子。我入门前也是所有人眼里的废物。师尊既然说你能留下，就一定不会看错。顾峰主，您真的不嫌弃我？嫌弃，但我更不喜欢别人替我赶徒弟。别跪，这院子已经经不起你磕头了。师尊，先别激动。你入门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修炼，是学会控制力气。端着这盘豆腐，走过前面的石桥，不能踩出脚印，也不能震碎豆腐。师尊，这是什么功法？让你以后不用赔钱的功法。师弟，慢慢走，我在这里接你。我的石桥！师尊，我又闯祸了，您还是别收我了。桥塌了可以修，徒弟收了就不能退。至少豆腐没碎，说明你不是控制不了，只是还不会。
师弟，下来吧，以后我陪你练。我一定学会控制力量，不给师尊和师姐添麻烦。顾峰主，裴峰主今日代管任务堂，特意给望尘峰安排了一件入门任务，前往灵谷仓，清理低阶噬灵鼠。不过是炼气1层的小任务，顾峰主不会连这个都不敢接吧？系统警告：灵谷廊地下存在元婴级血煞气息。师尊，这块任务牌有问题。上面写着炼气1层，下面藏着元婴魔物。你们家的老鼠有元婴期？任务牌写的清清楚楚，只有低阶噬灵鼠。你们不敢去，就等着被扣半年资源。既然任务是你送来的，那就麻烦你带路。怎么，你也不敢去？带路就带路，几只老鼠还能吃了我不成？灵谷仓已经到了，你们进去清理吧。你不一起进去？任务属于望尘峰，与我无关。你刚才还说几只老鼠吃不了人，我还要回任务堂复命。师尊，他跑得这么快，是不是早就知道里面有危险？把是不是去掉。师尊，我们还进去吗？不进去，半年资源就没了。进去看看，打不过再跑。记住望尘峰外出3条规矩：能讲价先讲价，讲不通就求饶，求饶还没用，再灭口。师尊，最后一条是不是变化太快了？说明对方不讲道理。师尊，这里没有老鼠脚印，但有人的血。会开门、会用刀，还会绑人的老鼠，确实不低阶。弟子走在前面。我力气大，我在最前面。大山走前面，晚唐跟着，我负责断后。师尊，后面没有人，所以最安全。太玄宗只派3个炼气废物下来送死。诸位占地方，我们不反对，开个价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看见这里的人都得死，不收钱也行，我们保证什么都没看到。杀了他们！讲价和求饶都没用，只能用第3条了。他把血煞刀法还回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是他们自己砍偏了。他只是退了一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血袍老祖的本命血书醒了，你们谁也逃不掉。你们家的老鼠还真有元婴期。老祖的本命血鼠被1粒米杀了。吃饭太急，噎死的。师尊说的对，这只老鼠吃饭不嚼。太好了，大家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出去。刚才那句话是你说的？对不起，我说的吉利话总会反着发生。先救人，马上离开这里。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会再塌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许再说好话。大山，顶住上面，婉婷，找出口。师尊，我能撑住，但不敢保证轻一点。
现在不用清，越重越好。先别走，祭台下面有血煞教名册，还有他们换走的真任务牌。这块真任务牌写的是清小血煞教据点，我们收到的那块却被改成了低阶鼠害。证据齐了，该回去找人算账。那边通往地面，他们平时从那里运人进来。师尊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你们先走，为师答应过，带进来的徒弟一个都不能少。师尊，你们都出去！走。清理几只噬灵鼠，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先救人。先别过去，布置一下伤势。弟子负责脸色苍白。你负责走路摇晃。师尊，我不会装虚弱。想象你刚拜师，就把望尘峰也踩塌了。师尊，对不起。就是这个状态，保持住。师尊负责什么？为师负责伤的最重。宗主，我们差点被任务牌上的老鼠吃了。元婴魔窟里全是血煞教的人，你们几个炼气修士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裴峰主怎么知道里面是元婴魔窟？有人调换任务牌，把清剿魔窟改成了低阶鼠害。若不是师尊及时发现，我们已经死在里面。说不定是你们勾结血煞教，故意伪造证据。裴峰主肯定没有让弟子偷偷调换任务牌，更不可能和血煞教有关系。裴烈，这就是你雷行风的人。我只让他给望尘峰安排最简单的鼠害任务，从未让他勾结血煞教。我也被这道魔印蒙骗了。你利用任务报复同门，又让血煞教钻了空子，雷行风停发半年资源，相关弟子立即押入戒律堂。宗主明察，我们为宗门做事，不求回报。此事是宗母失察，望尘峰应当得到补偿。既然宗主坚持，衣物损失、疗伤费用、武功损失和精神损失，弟子已经列好了。师尊怕宗主看不清，特意抄了3份。准了。我说什么都会害人，还是离你们远一点好。你无处可去，就拜入望尘峰。您不怕我给望尘峰带来灾祸？望尘峰已经够倒霉了，不差你一个。师尊以后一定会长命百岁。这句话以后不许说。系统警告：本命血鼠死亡，化神境血袍老祖已经感应，对方正在赶往望尘峰。第3个徒弟刚收下，债主就找上门了。师尊，宗主让我们留在主峰，您为什么一定要回来？血鼠的本命印记在我们身上，留在主峰，只会把敌人引到10万弟子面前。师尊是想独自把危险引开？我是回来拿锅的啊。师尊，您刚收我为徒，我就招来一个化神老祖。他是来替血鼠报仇，跟你没关系。可地宫是被我说他的，他山算你的，化神老祖不算，是你的错，师门一起担着，不是你的错，也别往自己身上揽。师尊，我们3个联手拖住他，您找机会离开。我堵门，谁也别想碰师尊。那是化神，不是砸医院的石门，你们先别逞强。难道什么都不做？先讲价，讲不通就求饶，求饶还没用，你们马上进屋。杀了本座的本命血鼠，还想讲价？
你的血鼠是吃灵米噎死的。这样吧，我赔你1袋米，这件事算了。本座养了200年的元婴血鼠，你赔1袋米？2袋，不能再多了。本座不要米，我要把你们师徒练成血魁，永远替他守墓。抢家失败，准备求饶。想碰我师尊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一个炼器弟子也敢挡本座？别让血进锅里！本座的血海被一根晾衣绳展开了。这绳子我昨日还用来晾衣服。他长期留在师尊身边，已经沾上了师尊的道运。绳子只是晒得比较结实。本座倒要看看这座破院子还能挡几次。别动！菜刀上也有大地道运。师尊，您平时到底拿这把刀切什么？切菜。什么菜需要大地道运才能切开？老南瓜。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。放开本座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太玄宗最普通的炼器3层封主。哪家的炼器3层能让椅子困住化神？前辈饶命，我愿交出血煞教所有宝物。师尊，这些东西绝不是普通家用物品。血袍老祖年纪太大，功法反噬了。可椅子刚才追着他跑，风吹的。花盆砸了他2次。高空抛物本来就危险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很有道理。师尊放心，那道黑气一定传不出去。望尘峰异常已经传入无相天宫。师尊，我是不是又说错了？没事，下次想安慰为师，直接说我死定了。方才的化神威压就是此人发出的。他练功出了问题，自己死了。化神修士练功反噬，正好死在望尘峰。所以说修炼不能太急。为何他的身上全是这些东西留下的伤？肯定不是师尊用花盆砸死他的。孩子受了惊吓，喜欢说胡话。这块令牌把消息传入了无相天宫，秘境受到刺激，将在明日卯时提前开启。望尘峰3名弟子刚在市镇中大出风头，不如让顾峰主带队担任此次秘境先锋。裴峰主自己为何不做先锋？顾峰主不是最擅长逢凶化吉吗？不过带弟子探路，应该难不倒他。难得倒，我不去。顾峰主果然只敢躲在弟子身后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换个人。系统提示：无相天宫内存在无相天杀，取得听啊，可完善无命遮天阵。3名无命弟子必须同时进入秘境。宗主，先锋有资格优先择秘境路线吗？自然可以。这个先锋，望尘峰接了。你刚才还说不去，现在突然想为宗门出一份力？无相天宫凶险异常，你们若不愿去，我可以另选人。师尊去哪里，弟子就去哪里。我替师尊开路。我们这次一定会倒大霉。很好，你已经学会怎么说话了。距离卯时还有1夜，我们先进行紧急训练。训练如何探索秘境吗？训练如何赢得合理。万堂，你的力量最容易被看出问题，遇到强大功法，别一次全还回去。弟子只还3分。还完之后记得咳嗽，别人问起来就说对方功法不稳。大山，你的问题是动静太大，今日要学会打人不留痕迹。师尊，我该怎么练？轻轻拍一下，不能让它破。师尊，我成功了！师尊，这算失败吗？表面没破，也没留下证据，勉强算成功。小满，你以后遇到敌人，只能说晦气话。敌人一定会长命百岁。很好，保持这个状态。师尊，我们进入秘境后，真正要找什么？一把沙子。什么沙子需要我们一起去找？能保住望尘峰的沙子。培训结束，所有人记住，打得赢也要像运气好。白色区域危险最低，红色区域危险较trọng，黑色区域死亡率最高，各队自行选择。顾先锋，请先选吧。望尘峰走黑色区域。师尊，
那是死亡率最高的路线。正因为危险，才没人跟我们抢东西。师尊果然想得长远。我们进去以后，肯定一个都活不了。很好，现在可以进了。师尊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真正的机缘藏在黑色区域？难怪师尊不选安全路线。小满这句话说的最好，你们多学学。师尊选择这里，究竟有什么深意？危险区域没人来，真遇到麻烦，你们控制不住力量，也不会被人看见。师尊是怕我们暴露实力，万一有人看见，也方便统一说法。如果他不肯统一呢？那就按望尘峰外出第3条规矩办。灭口？吓唬一下，我们是名门正派，不要动不动就灭口。回去。师尊，回去的门没了。我们只是借路，对你的东西没有兴趣。让开，我们互不打扰。讲价失败，开始求饶。师尊已经给过你机会。文坛，装得弱一点。弟子只是运气好，风正好把毒吹回去了。这里连风都没有。你不说，别人也不知道。师尊，我能用几分力？只要别让他跑，千万不要往上抬。师尊，我快抓不住了。那就松手。师弟，你把山也拔起来了。师尊，现在怎么办？轻轻放回去。还好，这座山十分稳固，肯定不会塌。都趴下！师尊，他还活着，他肯定能平安爬出来。小马，以后看见敌人没死，可以多说几句好话。就说魔蜈蚣死了，我们一直在逃，神剑自己塌下来压死了他。我们差一点就没跑出来。这只魔蜈蚣撞断山脉，结果把自己压死了。望尘峰的运气也太好了，临死前还替我们挖开山谷，是只好蜈蚣。这怎么可能？地图上的入口是假的，这里才是无相天宫真正的核心。裴师兄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没事。叶婉婷抢走了你的名声，顾平安毁掉了你父亲的一切，杀了他们，你才能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万法镜、浮空山、因果迷宫，3关皆过者，方可进入天宫核心。第1关，攻击越强，反噬越强。第2关，动用灵力者必坠深渊。第3关，所有正确选择都会变成死路。这3关怎么像是照着你们3个出的？每支队伍各选3人，1人挑战1关，3关全部通过，方可进入天宫核心。区区竞阵，看我一剑破开！攻击越强，反噬便越强，这一关根本不能用蛮力。你的烧火棍不是很厉害吗？进去试试，不要攻击，以便让童庆学到你的功法。弟子本来就没有固定功法。无法识破调功法，无法形成反击。他想复制我，我也可以复制他。弟子只是没有功法，铜匠找不到东西可以反击。这个理由很合理，不过是万法镜出现漏洞，他根本没有真本事。说得好，大家都要这么想。将浮空山移至对岸即可过关，任何灵力进入山体，浮空山都会坠入深渊。不用灵力，谁能移动一座山？师尊，我能用力吗？你体内没有灵力，单纯用力应该不算犯规。
一个没有经脉的凡人，还想搬山？师尊，我该走快一点，还是慢一点？慢一点，别把石道踩碎。师尊，我这次没有弄坏东西。只有3条裂缝，进步很大。浮空山只限制文力，偏偏没有限制蛮力，这也是规则漏洞。又合理了一次。进入迷宫者必须选择正确道路，但所有正确选择都会在踏入后变成死路。正确的路都会变成死路，那还怎么走？既然不能选正确的，就专门选错的。选错路，我最擅长。右边肯定是死路，我们就走右边。中间最危险，走进去一定会被万箭穿心。师妹每说错一次，错误结果就会反过来变成生路。这道门后绝对不是天宫核心。 3个徒弟，3个缺点，正好过3关。他们只是碰巧利用了天关漏洞。没错，我们没有实力，全靠碰巧。系统提示：发现无相天杀，取得此物可启动无命遮天阵。拿到它，你就能夺回第一天才之名。裴清玄，别碰那东西！天宫传承城属于强者，不属于你们这些废物。父亲，救我！等了这么多年，本君终于有新的肉身了。清玄，我是父亲，你醒一醒！若不是你这些年不断嫉恨望尘风，本君的魔印也不会成长得这么快。我身上的魔印是你种下的。你想夺顾平安的灵脉，本君便替你放大贪焰；你想毁掉他的弟子，本君便让你的恨意越来越深。我只想夺下望尘风，从未想过害死清玄。贪心就是贪心，何必说得如此无辜？父亲，救我！清玄，坚持住，父亲一定救你。裴清源还活着，你休想毁掉他的身体。他与你争斗多次，你还想救他？他该为做过的事负责，但不该成为你的傀儡。直打魔君，别伤裴清玄。师尊，他们现在是同一具身体，那就打里面，别打外面。这要怎么打？你在石狮身上已经练过一次。无相魔印，空相道体，竟能返回本君的魔道法则。你的力量还给你。这种力气也想伤本君？师尊，外面真的没坏。很好，这次不用陪人。本君与域外通道相连，无论你们毁掉多少次，本君都能重新复活。那我祝你不死不灭，永远都能活下去。道果灵体，你把本君的复活变成了消耗本源。只要通道还在，他就死不了。师尊，怎么关闭通道？用一粒天沙便能封住域外通道，你绝不是炼气3层。天沙自己飞进去的。本君认得你的气息，玄头魔帝的投影就是被你的锅盖斩碎的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他被天沙噎住了，临死前神志不清。魔头的话，你们也信？顾平安，你是300年前便达到绝巅的人族大帝，病得更重了。父亲，
吗？不重要了，活着就好。你没输给我，是输给了自己的贪念。空相道体，震岳反骨，道果灵体。世人眼中的3个废材，却是3座天关唯一的答案。无相天宫核心与全部天杀归望尘峰所有。系统提示：无命遮天阵已经完成，阵法启动需要12个时辰。为什么不能现在启动？本帝不想再等12个时辰了。顾平安，本帝终于找到你了。他真的一直在找你？印记长的像不一定就是我的。索接印只认1个人，顾平安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认错了。300年前，你杀了域外巡界使，为了躲避追杀，你把自己藏在这个小宗门里，装了300年的炼器废物。你300年前就是大帝。我要是大帝，还能让你欺负这么多年啊？你不承认，本帝就杀到你承认为止。都躲开！不能每次都让师尊挡在我们前面。师姐，你把力量还回去，我替你撑住。空相道体果然有些本事。玄童魔帝这一掌一定稳稳落下，绝不会出现任何意外。谁让你们硬接的？师尊不能出手，您再用一次真正力量，域外就会彻底找到望岩峰。我不出手，你们3个就会死。师尊，我们还能挡第2次。为师收你们做弟子，不是让你们替我送命。可师尊出手也会有危险。为师躲了300年，是怕麻烦，不是怕死。终于肯站出来了。你追了我300年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杀你，夺走你的人族气运，再让域外大军踏平此界。没得商量。你跪下，本帝可以给你留具全尸。都往后站，别让血溅到身上。师尊，放心，为师尽量让他死得像个尸骨。此枪斩过5位人族大帝，你凭什么在本帝面前狂妄？你拿一双筷子对付本帝？锅盖上次被你打裂了，只能换这个。不可能！你的力量为何比300年更强？第1次见面，你掀了我的粥；第2次见面，你又掀了我的饭。本帝杀过5位大帝，1碗饭也配与本帝相比？你已经超过了大帝境。吃饭的时候别吵。刚才是无相天宫祖师留下的力量，借我的手杀了玄童魔帝。那我们以后应该如何称呼你？顾峰主。今日之事若传出去，只会招来更多域外强敌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统一说法，是无相祖师显灵镇杀魔帝。我只看见祖师显灵，其他什么都没有看见。父亲，您不是一直想揭穿顾峰主吗？以前是为父受魔印影响，现在魔印没了，脑子也清醒了。雷行风再送半年资源给3名弟子疗伤，这是同门关怀。对，绝不是封口费。顾平安，你还是用了真正力量。第2次出手，已经让域外舰队锁定望云峰。这一次，你还能往哪里躲？玄童魔帝已死，秘境即将关闭，所有人立刻离开。那些域外地州怎么办？
他们还在域外通道另一边，先回太玄宗，再想办法。返回阵法已开启，回去以后统一说法。无相祖师显灵，玄童魔帝被祖师所杀。师尊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手，师尊还被魔帝吓得快死了。小满进步最快。顾封主，秘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看见天空都裂开了。魔气入体，我可能伤得不轻。师尊，你一定要撑住。师尊伤成这样，肯定活不了多久了。师尊，我带您回望尘峰。气息确实十分虚弱，顾峰主为了保护弟子，被魔气波及，需要立刻静养。所有人让开，先送顾峰主回峰。小满负责哭，大山负责挡门，晚唐负责解释。除了资源，谁也不许进院。弟子记住了。师尊重伤，不能见客。我只是来送疗伤丹，丹药可以进去，人不行。师尊这次肯定熬不过去了。师妹悲伤过度，说话难听。师尊只是被魔气吓晕，需要闭关100年。闭关100年？100年之内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。这里是雷行峰半年的资源，给顾峰主疗伤。同门之间不必如此客气，拿回去吧。顾峰主不收，就是还在怪我。既然裴峰主坚持，晚唐便替为师收下吧。顾峰主，过去是我太过傲慢，等您出关，我会亲自登门道歉。有这份心就够了。慢走。晚唐，快检查储物戒。灵石、丹药、法器都在，数量没有少。裴峰主现在懂事多了。师尊，您不是要闭关100年吗？是要闭关，等遮天阵启动，为师就唐满100年。系统新任务：前往域外摧毁定位坐标。不去。任务奖励10万年修为，修为越高，麻烦越大。追加奖励域外替身。不去。追加奖励永恒隐匿本源。师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个麻烦任务，但奖励很适合为师。师尊要去哪里，我们就跟去哪里。我们这次出门一定全军覆没。这句话听着很安心。先把这个藏好。师尊，那您呢？为师先看看，他们是不是来赔锅的。顾平安，玄统魔帝已死，域外议会命我带你回去受审。你不是来赔锅的。你杀了玄统魔帝，还敢向域外索赔？他掀了我2次饭，赔口锅不过分。交出3个无命之人，再自封修为登上帝州，否则太玄宗10万弟子都要为你陪葬。想带走师尊，先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师尊，我把这根东西拔出来。先别动。师尊，他已经找到望尘峰了，为什么不能拔？我若毁掉这艘船，再拔掉定位鳌，后面的舰队还能不能找到这里？哼哼，这艘地舟只是先锋，你的坐标已经刻入域外定位母盘，就算毁掉10艘地舟，后面的舰队照样能来。定位母盘在什么地方？自然在域外主舰，可惜你永远没有机会靠近。系统确认，定位母盘位于域外主舰，摧毁母盘方可彻底消除望尘峰坐标。顾平安，护宗大阵已经开启，只要全宗联手，未必拦不住这艘地舟。你刚救了清玄，这一次雷行风不会躲在后面。暂出手，毁掉这一艘没有用，定位母盘还在。今日打1艘，明日会来10艘。那该怎么办？借他们的船去域外，把母盘砸了。你要主动进入域外主舰，那里是域外舰队的大本营，你一旦进去，可能再也回不来。
我不去，他们就会一直来，到时候别说望尘峰，整个太玄宗都得搬家。所以师尊刚才没有拔掉定位锚，是想利用它返回域外。你们3个留在太玄宗，等遮天阵启动。无命遮天阵需要我们3个人，我们不在您身边，谁替您遮住锁界印？师尊，我可以替您搬母盘。我们师徒4人这次肯定有去无回，谁也别想活着回来。很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太玄宗不能只让望尘峰承担危险，人多容易暴露。我们4个看起来最弱，方便混进主界。你们4个哪里看起来弱？统一说法，望尘峰全靠运气。太玄宗会守住望尘峰，等你们回来。记住，千万别对外说我去了域外，就说我重伤闭关，至少闭关100年。若有人登门，我亲自替你挡回去。顾平安，本统领没有时间听你们交代后事。我们可以跟你走，但你必须拔掉定位锚，不得攻击太玄宗。等你上了地州，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统领大人一定宁死不屈，绝不会答应师尊的条件。拔锚！只要他们登船，立刻拔锚！师尊，望请保住了。地州离开以后，立刻关闭山门，无论外面出现什么动静，都不要派人追来。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。这句话让宗主说就行，你别说。进入域外以后，你们4个插翅难逃。谁说我们要逃？开船，带为师去砸你们的定位母盘。真以为本统帝会乖乖带你们去主界？师尊，小心！这是副地阵，就算大帝进入主仓，也会被暂时封住修为。师尊，我可以扯断吗？别用力，这艘船还得带我们去域外。那我们就让他绑着。先看看你师姐学会没有。副地阵需要识别目标气息，我把我们的气息换成他们的。你只看了1次，便夺走了地州阵法的控制权。这套阵法不难。万堂，回来给自己记一功。弟子不要奖励，只要师尊平安。师姐，你不能祝师尊平安。那就祝师尊一路倒霉。听着不顺耳，但确实安全。请开船，杀了我，你们谁也不会驾驶地州。统领一定守口如瓶，就算死也不会告诉我们如何进入主界。铸剑同心雄口令是玄铜永存，我的身份令牌在腰间，控制时只需要输入3次魔气。原来如此，快！师尊，我是不是也能记一功？记，以后审问俘虏都交给你。地州已经进入返航通道，再过片刻就会抵达域外舰队。师尊，到了以后直接动手吗？外面有上万艘地州，
全打坏要赔很多灵石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继续装附录，让他压着我们进入主剑，再找到定位母盘。母盘一碎，望岩峰就安全了。能不惊动其他人，最好别惊动。我们4个潜入上万敌军中，一定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我们刚进去就会被发现。这句有效。到了主界，你负责告诉他们，我们已经被抓住。你们以为骗过接引检查就能靠近母盘？母盘不在主剑，母盘就在主剑最深处，但那里有3位域外大帝镇守，你们连第1道门都过不去。位置没错就行。师尊，系统所说的定位母盘应该就在那艘主剑上。都装得像一点，尤其是大山。这锁链太松，装不出被绑住的样子。别动就行，千万别把船掰开。先锋地州为何提前返航？已经抓获顾平安和3名无命之人，请求进入主剑。目标确认，开启主剑通道。顾平安送往阵地牢，3个无命之人送往炼化舱，立即分开关押。本来想安静进去，怎么非要拆散我们师徒？你想做什么？换个计划，先把主剑大门拆了。师尊，只拆门不拆主剑？对，我们还要进去找母盘，别把里面一起拆了。弟子不知道多少力气只够拆门。师弟先把门拉开，我控制地州直接进去，这样不用碰主剑其他地方。还是晚堂会过日子。那是主剑镇界门，大帝联手都未必能打破。统领放心，我们师弟肯定打不开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立即停手！你们说要把我们师徒分开，我不同意。擅闯主剑者，神魂俱灭。所以我们没有擅闯，我们是拆门进来。师弟，回来，不要让地州进入主剑。黑甲统领，你竟敢背叛域外舰队！我没有背叛，他们根本不是我能拦住的。启动阵地杀阵，全部诛杀。能不能控制？给弟子3息。保护你师姐，别让人打断她。谁也别想碰师姐。他没有灵力，肉身为何连地冰都刺不穿？是你们自己撞上来的，我没有动手。你们的杀阵现在归我了。人族不可能控制域外主剑的阵法。定位母盘在哪儿？本使宁死也不会说。戒引使忠心耿耿，一定能把秘密守到死。母盘在主剑最下层的定位殿，从中央升降台下去，第3道黑门后面就是。师尊，他交代了。很好，带上他领路。中央升降台往哪边走？你一定不会抬手指路。那边。升降台需要域外大帝的血脉才能开启，你们知道位置也下不去。能不能把它按下去？
弟子试试。这是升降台，不是地板，都能往下走，应该差不多。系统提示：发现红色核心，摧毁毒域外定位母盘。师尊，只要毁掉红色核心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闯入定位殿，还想活着回去？师尊放心，他们3个一定特别难打。这句话说的正好。顾平安，你在这里动用力量，整支域外舰队都会知道，所以我只动一次。先从本地的尸体上走过去。还有本地在，你们今日谁也走不了。晚唐对付控制星盘的，大山拦住那个大个子，小满负责跨最后一个。往多好的方向跨？越好越危险。师尊要独自去毁掉红色核心，你们不用赢，只要替威兹争取一点时间。师尊放心，谁也过不去。万界锁，本地掌控万界法则，你也敢复制？试过才知道。你连定位母盘的法则都能复制？师尊说过，别人的东西不能白拿，现在还给你。一个没有经脉的凡人，也敢与本地比肉身？我不是想比，只是不让你打我师尊。那就给本地跪下！师尊说过，不能把船拆坏。与本地交手还敢留力？我怕用力以后，你和船一起坏掉。本地的地骨全碎了，身体表面为何没有伤口？师尊，我现在越来越会控制力量了。回去给你买10盘豆腐。山海只会使用蛮力，本地可没那么容易对付。长生大帝一听名字就很厉害，肯定永远不会受伤。您的身体一定可以无限恢复，永远不会衰老。祝您寿与天齐，不死不灭，成为域外活得最久的大帝。师尊，他已经知道我在夸他了。继续，别让他休息。您一定能平平安安的逃出去。顾平安，母盘连接着无数世界，你若强行摧毁，整艘主舰都会进入封锁状态。红色核心只负责望尘峰，对不对？阵盘大帝绝不会告诉我们，红色核心就是望尘峰的坐标。红色核心就是望尘峰坐标，捏碎便能彻底清除。晚唐，锅盖。师尊，锅盖已经裂了2次，所以这次轻一点。住手！别打扰我师尊修锅。望尘峰坐标已经清除，终于可以回去闭关了。主舰警告，定位母盘遭到破坏，所有舱门立即封锁。主舰警告3000地位，正在赶往定位殿。但你们也被困在主舰最深处，3000地位一到，你们插翅难逃。谁说我们要从门出去？啊，师尊，要我往上开一条路吗？可以，这次真的要轻一点。师尊，往上开多大的洞？够我们出去就行，千万别把整艘主舰掀开。弟子明白。定位殿距离上层入口足有12层，你们不可能直接打穿。统领说的对，师兄肯定连第1层都打不穿。师尊，这次没有把周围一起弄坏。洞开得很圆，回去奖励2盘豆腐。师尊，追兵到了。大山负责开路，婉婷挡住后面，小满负责跨他们。弟子明白。这2个人还带不带？带着，他们认识回去的路，不能浪费。本使绝不会替你们带路。
我什么都带。封锁通道，一个都不许放走。小满，继续保持。不要靠近那个女孩，远程放箭。借你们的剑用一下。防御！师尊，后面的路暂时断了。做得好，继续往上。师尊，这扇门也拆吗？这是主剑承重门，拆掉以后，上面3层都会塌下来。别拆，把门推上去。师尊，门没坏，只是换了个位置。进步很大。哈哈哈哈！主剑已经封锁所有地州，没有域外大帝的令牌，谁也无法离开。备用令牌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剑影使一定知道备用令牌在哪里，而且马上就会交给我们。这是主剑紧急逃生令。麻烦继续开船。就算地州能够启动，你们也逃不出舰队包围。师尊，所有退路都被封死了。弟子出去把战船推开。上万艘船，你推到明年推不完。师尊放心，他们一定打得特别准，绝不会误伤自己人。一句话便让整支舰队自相残杀。万唐控制地州冲向裂缝，大山护住船体。小满继续夸他们。师尊做什么？为师负责把挡路的船拍开。都站稳，这次动静可能有一点大。锅盖已经裂成这样，你还想用它对付3艘大地主舰？统领说的对，那3艘主舰坚不可摧，师尊的锅盖肯定拍不动。这句话来的正是时候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只破锅盖也敢撞地舰？拦住他！师尊，锅盖被炮火锁定了。不用管，他认识回家的路。师姐，路开了！所有人站稳，地州全速冲向裂缝。这次真修不好了。师尊放心，回去以后一定能找到更好的锅盖。你还是诅咒他吧。关闭域外缝隙，所有战舰同时开炮，绝不能让顾平安返回人间。师尊，裂缝只能维持10息，我们的速度不够。我下去推船。虚空里没有地方接力，你推不动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们的炮火是不是一直锁定这东西？定位核心虽然失效，但舰队的攻击阵法仍会追踪它。那就把地址还给他们。快命令他们停止追踪！攻击一旦发射，谁也停不下来。他们打得真准，难得夸对一次。裂缝还有3息，师姐只管开船，地州散不了。3、2、1。
是顾平安他们。先别高兴，船要撞上望尘峰了。师尊，空甲飞炮波打坏，地轴停不下来。大山，去前面挡一下。师尊，这次山没有他。只坏了一扇门，进步很大。定位母盘毁掉了吗？望尘峰的坐标已经清除，域外舰队暂时找不到这里了。系统提示：域外定位任务完成，任务奖励：永恒隐匿本源。师尊，别怕，为师还在。就算你毁了定位母盘，天外神庭也不会放过你。回去告诉天外神庭，告诉他们什么？下次再来，记得带个新的。